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1月4号，再过2天，也就是11月6号，美国的中期选举就正式开始了。我呢，连着做了几期介绍美国中期选举的节目。那么有的人看了这些节目以后呢，很高兴，因为呢，给他们科普了一些中期选举的知识。尤其大陆的听众，他们对美国中期选举呢还不是很明白，还不是很了解这个中期选举跟总统大选有多少关系，跟共和党、跟民主党有多少关系。当然了，这个节目做出来以后，也踩了不少人的尾巴，所以相当一批人在攻击我，说是我做这些节目是拿了共和党的钱，还有人甚至说我是拿了川普的钱，在帮助川普拉选票。如果真的是共和党或者是川普总统能看到我建民论推墙这个节目，那别说是给我钱了，只要能给我一个机会，能让川普总统或者是共和党这些研究中国政策的政治家们，他们能听取我建民对中共危害全球的分析，能给我一次这种听取的机会，那我现在就不是建民推墙了，那说不定建民推的就是中南海了。所以说我巴不得川普总统或者是共和党，他能够看上我建民论推墙这个节目，他能够让我来为他们拉票呢。所以不管什么冷嘲热讽也好，流氓威胁也好，我的这个自媒体，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你说我拿川普的钱，那好，我今天就专门来谈谈川普。谁能够有本事让川普来给我付钱，我肯定来者不拒，我等着川普的 money。 那么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讲的是，你不知道的川普有多少。川普上任到现在也就2年多，那么大家了解的川普什么？大家了解的川普都是我们新闻媒体上介绍的，作为美国总统的川普，他每天代表着美国国家在执行着他对美国选民服务的各项任务。那么川普有哪些我们普通百姓不知道的故事呢？我今天就简单的把我知道的川普和大家说一说。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个富豪，是亿万富翁，因为所有人一讲到川普就首先说他是商人，所以绝大部分人认为他当总统肯定是奔着钱去的。尤其是中共动不动认为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所以中共认为跟川普打交道只要用钱去开道，没有钱摆不平的商人，所以中共一直抱着要用钱去摆平川普，包括用钱给川普的家族，他的女儿伊万卡，他的女婿库什纳，去给出很多金钱利益的关系。但是他始终没有讲到川普是一个对这个钱完全是视如草芥的人。可以讲，川普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不差钱是事实。一个身价几十亿美元的富豪，已经70多岁了，他出来参加选举，他参加选举是奔着钱去吗？我告诉你讲，对于他这么大的富翁，他多个10亿8亿，或者他少个10亿8亿，对他来讲没什么感觉。他如果是真奔着钱去的，我告诉你讲，他自从当总统以来，他的财富已经大为缩水。他2016年当选总统到现在2018年，他在福布斯富豪榜的排名已经下降了138位，他的身价已经从他最初在竞选总统时候的45亿美元，现在已经下降到31亿美元，整整蒸发了呢14亿美元。那么在中共这些权贵啊、贪官的眼里面，那看不懂啊，包括对习近平这种扛麦子的这种智商，这些红色接班人来说，他们看不懂啊，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商人，人生在世，你钱不是你唯一的追求吗？你当个总统缩水14亿美金，你不是吃亏了吗？当总统嘛，大把捞钱啊。所以在中共这些权贵的眼里面，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有特权就是为了多弄钱，当总统当国家领导人就是为了搞钱哇。那么有钱就是为了去享有更多的特权。这都是共产党那些高喊的为人民服务口号的人，嘴巴上讲的非常好听，但是背后他们都干得肮脏的盗窃国库的行为。共产党人永远也不懂，人除了钱的追求之外，是要有情怀的。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说一说。彭丽媛有一次去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果彭丽媛的车子在半路上开到什么？是因为他这个驾驶员，是因为这个总政车队啊，他这一台车没有及时加油，结果导致油不够抛锚了。当时总政歌舞团车队的队长赶紧带着一辆丰田考斯特赶得过来，请彭丽媛移驾到丰田上，不耽误他演出。但是彭丽媛不肯，因为彭丽媛可能化了妆，他的各种演出的东西呢都在这台奔驰车上，他不下车，所以队长只好让人再给奔驰送油来。
这个事情过去没多长时间，车队队长就下岗了。这就是权力的傲慢。当时彭丽媛还不是第一夫人呢，如果是第一夫人，车队队长就不一定下岗吧？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枪毙也够了。而同样的事情在川普身上也碰到过。1995年的一天，川普有一天在开车的过程中，车胎呢突然没气了。这个时候呢，路过的一个司机看到，主动就停下来帮助川普。对方根本就不认识川普，也不知道川普就是亿万富翁。当时川普就问帮助他的这个路过的这个司机，就问他 how much， 也就是问他你帮助我做这些事，我需要付多少钱给你？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人工是很贵的，作为人家来帮助你停下来，帮你车上加气，帮你恢复，让你这个车能顺利的开，肯定是耽误人家很多时间。而且这个人显然是一个内行，他对这个修车非常的在行，所以说他来主动帮助川普。川普问他多少钱的时候，他就跟川普说，只想要一束花，这束花送给他太太就行了。过了几个礼拜以后，这个曾经帮助川普的这个路过的这个司机，他呢收到了一束鲜花，鲜花里面还插着一张卡片，卡片告诉他，我已经帮你把你的房贷还清了。这就是川普。同样一件事，同样是车抛锚，权力的傲慢和人情的温暖完全是两回事。川普他的个性形成跟他的家族很有关系。川普家里面几代都是富豪，到川普是富3代，不是富2代。川普的爷爷是德国人，他的爷爷当时是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的。我们讲的就是什么叫政治难民。所以川普他爷爷当时是恳求德国政府不要把他赶出德国，但是德国政府跟他讲没有任何情面，所以他只好带着一家人从德国流亡到美国，成为美国的政治难民，也就申请了美国的政治庇护。可以讲，美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美国非常非常多的总统，非常我们看到的有名的这些美国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基本上美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人物，99%是政治难民，是办政治庇护的。所以川普的爷爷也是这一类。那他到了美国来以后，他就把他的家族呢在美国做生意，开始把生意做大了。那么很快他把他的生意就传给了川普的父亲。川普的父亲从小对川普他们几个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川普的兄弟姐妹很多啊，川普一共有5个兄弟姐妹，在他的上面有一个哥哥，2个姐姐，他还有一个弟弟。你想全家5个孩子，为什么他父亲要把家族生意交给川普？川普在家族兄弟姐妹里面毫无疑问是有出色的表现的。但是川普小时候是个调皮的孩子，就跟我们看到的很多成功人士幼年的时候是非常淘气的孩子一样。川普小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打架，拽女孩子的头发，欺负低年级学生，上课捣蛋，向老师扔口香糖，所以说他差一点被学校开除。最后他父亲没办法，把他送到纽约军事学院，让他在纽约军事学院里面管束他。因为纽约军事学院它不是普通的军事院校，也不是普通的私校，它是一个什么？大部分都是那些富裕的父母把那些不听管教、对不听约束的孩子，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去严加看管了。那川普在这个学校里面表现非常出色，因为年龄慢慢长大了，川普已经开始表现出他自己出众的过人的才智。所以川普那时候他父亲在做房地产生意，他一边跟他老爸学，一边呢就自己去赚钱。他到毕业时候已经赚到20万，他有这么大的赚钱能力，按道理他老爸可以把企业交给他吧？他不是的，他老爸又借给了他100万，让他自己去创业。他拿到他老爸的钱，他胆子很大，他去做了他老爸的一辈子都没有敢去的纽约曼哈顿，他直接到美国最富裕的华尔街，到曼哈顿去做生意。所以川普的生意当时就高歌猛进。但是大家都知道，做生意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川普做生意也经历过什么？他非常非常的飞黄腾达，也非常非常的跌入山谷。川普在他这一生中做生意，他破产了很多次，在他的经商史上，他最起码破产了4次。但是川普每一次他都是东山再起。川普本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支持传统婚姻，反对堕胎。川普本人呢有过3次婚姻。第一任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川普这个漂亮聪慧的女儿伊万卡的母亲。川普的这个妻子呢，是一个模特兼设计师，也是纽约呢有名的交际明星。他和川普在1977年结婚，这段婚姻呢维持了15年，到92年离婚的。那么川普跟他一共生了3个孩子，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伊万卡。第2任夫人呢是一个女演员，是1993年川普跟她结婚的，到99年离婚。那么川普跟这一任妻子呢有过一个女儿，也非常非常出色。这一期婚姻呢，川普呢维持了6年。他第1任婚姻15年，第2任婚姻呢6年。第3任夫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梅兰妮亚，她呢是兰斯拉夫人，5岁的时候呢开始就做模特了，
是一个出色的模特儿，所以他在16岁时候已经开始能拍摄各种商业广告，也有非常好的前程。他跟川普是2005年结婚，一直到现在。那现在是2018年，也这任夫人跟川普已经走过了现在13年的婚姻道路。所以说，川普的3段婚姻时间都不算短，川普从来没有同居的女人。对于这样一个这种高富帅啊，川普这种富商帅哥，在美国这种婚姻如此自由的国家来讲，川普绝对不能算是花花公子。如果川普在中国，像川普这种财富、这种才智、这种能力、经商能力，那不知道要弄多少女人呢。但是川普是恪守的传统婚姻的价值观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川普这个人他自己的个人操守。伟大的人物都有什么？都有伟大的品质。川普个人的智慧决定了他这个人非常有赚钱能力。所以说，中共认为他是个商人，是只为了钱。很多中共的专家研究川普，认为他只是为了钱。其实，川普在赚钱的过程中，他很多都是靠着他的智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纽约有一个溜冰场，在1980年的时候，当时纽约政府为了维修这个溜冰场，用了6年多的时间，已经花费了1300万美元。但是呢，把一个本来可以用的溜冰场，结果把它建来建去，建了6年半，建成了一个完全是一个水泥池子，根本没有任何制冰的能力，根本就不能溜冰。所以说，纽约的市民对政府花了那么多钱都怨声载道。那么这个溜冰场就在川普大厦不远。川普每天坐在办公室的窗户里面，都能看到那个溜冰场，他们经常有工人坐在那个闲聊聊天，根本也不干个事儿。川普当时就心里面纳闷，这帮人怎么去完成这个溜冰场这个公益项目呢？这个已经6年多等下来了。所以说，川普有一天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呢跑到市政府去了，他问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你究竟是怎么开展的？为什么这个项目进展到如此缓慢，变成了烂尾楼了嘛？后来，这个纽约市政府主管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就告诉川普，他说这个呢是请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家公司来承包经营的。因为迈阿密这个地方很热，所以当地人使用的东西都是在最热的天里面想办法用最能制冷的这些材料来做项目。所以他们到了纽约中央公园，他们同样呢是把他们在当地施工能够成功的这种工程技术运用到这个项目中。所以他们承包了纽约中央公园这个溜冰场的制冷项目，但是他们使用的什么？因为他们按照迈阿密的这种思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是那种既非常非常的贵，又容易被小偷偷走的那种铜管来进行制冷。那么这个铜管制冷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让冷凝剂泄漏，第二个什么？这个管道经常被偷，所以还安排了大量的警察来看管这些铜管，不要被人偷。川普了解这个情况以后，他就和纽约市政府承诺说，这个项目交给我来做，我会很快的把这个项目做好。纽约市政府就说我们只有500万的预算了，川普说没问题，就500万。然后政府就决定把这个工程转包给川普。川普拿这个合同的第一件事，不是满世界招标，而是马上给他自己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玩冰球的负责人，给这个人打电话，让他到这个场地来看来指导。因为在加拿大玩冰球，尤其是加拿大最东部的几个朝北的城市，蒙特利尔这种城市，他们的冰球玩得非常好，他们的那个冰场是经常要碰到类似于纽约中央公园这个溜冰场的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他请人家来指导以后，这个技术人员一看以后就跟你讲，你这个铜管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铜管既容易泄漏，而且容易被盗窃。所以他提出马上改用最廉价的这种橡胶管道和普通的盐水。就这样话，一下子因为原材料使用的成本大大下降，本来买铜管第一个是价格昂贵，第二个铜管还要容易被偷，还要派大量的警察到现场去看管铜管，所以这些成本一下子下降到几乎为零啊！最后工程顺利完成，500万的工程，川普用150万就搞定了。你说川普没有智慧吗？川普没有智商，他怎么能够获得工程上的突破？所以这是川普在整个经商过程中他自己个人商业奇才所表现的。因此，川普把他这个商业才能如果用到他自己继续从商，而不需要去参加什么总统的话，川普的财富会从45亿美元缩水到31亿吗？但是川普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需要美国再次伟大，他需要把他自己的余生投入给美国人民，所以他在放弃他自己个人财富的同时，他只拿1美元1年的年薪，而勇敢的在70多岁的高龄仍然站出来去参加竞选，为国家服务。川普的故事很多，我简单的跟大家去讲几个你不知道川普的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川普私人飞机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是在1988年的时候，当时住在加州一个叫哈罗德的人和他的妻子叫朱迪，他们在绝望中拨通了川普公司的电话，他们向川普公司提出了一个算是很非分的要求，就是什么？他们跟川普讲，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用你的私人飞机把我们的孩子送到纽约去？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纽约去呢？原来这对夫妇他们有一个3岁的儿子，这个儿子呢，他患了一个奇怪的病，是一种呼吸性的障碍。这个孩子只有3岁，这个孩子当时必须依靠巨大的这个氧气罐才能维持他的生命，而要彻底解决孩子这个病痛，只有美国纽约地区有一家医院能够治，所以说他们必须把孩子带到纽约去治病。但是大家都知道，洛杉矶离纽约有3000多英里，这么远的距离，只有坐飞机赶到那边，才能把这个病情危重的孩子把他能挽救回来。但是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拒绝为这个3岁的孩子提供航空服务，因为孩子本身缺氧，航空公司担心这个孩子一旦升空以后，因为缺氧导致这个孩子在空中如果发生问题，如果发生病故死亡这种现象的话，那航空公司要赔很大的一笔钱，所以没有一个航空公司接受他们父母的订票。所以孩子父母最后就几乎在绝望的时候，抱着试试看看的心情，给那川普公司打了个电话，直接跟川普谈了他们孩子的这件事。他们没有想到，川普听完电话，几乎就是在同时，在1秒钟之内就爽快地答应了这对夫妇，然后立即安排他公司的专机和安排纽约这边的医院，把这对夫妇和孩子接到了纽约，就这样就挽救了这个3岁孩子的生命。所以川普后来在选战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川普参加2016年大选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已经10来岁了，他跟川普有一张合影。一件事，川普事后跟媒体说过，他说我只想做正确的事，挽救这个3岁的孩子就是人应该做的一件正确的事，就这么做了。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川普他在他个人身上闪光的一个故事。我刚才就讲过，伟大的人物有伟大的品质，但是伟大的品质如何体现，是从他个人的细微的各种小事上体现。所以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只是川普的第一个，那我跟大家讲川普的第2个故事，也就叫农场保险。农场保险是个什么故事？是1986年在2月份，有一个3代居住在佐治亚州波克县的农民，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希尔。这个希尔他在买了一份巨额保险之后，他在自己的卧室里面用一支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呢？原来什么？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农地欠收，希尔欠了当地银行大概有30万美元的债务，如果他不能按期归还，他就会失去什么？他祖辈3代经营的这个农场。他实在是太爱这个农场，他实在是没办法跟祖辈交代。对他来讲的话，失去这个土地，他就没有办法去见他的祖宗。所以他最后是什么？他最后是买了一个巨额保险，打算呢自己自杀，用这个自己的生命去换来的这个保险费理赔了以后呢，还给银行，保住自己家里面的农场。但希尔是个农民啊，他很无知，他一点都不懂啊，哪个保险公司给自杀的人赔保啊？所以希尔就白白就搭上了一条命啊！他买了那么的巨额保险，人也死掉了。等他老婆想到这个保险公司去赔保的时候，保险公司讲一律不赔，所以他就白白的浪费一条命啊！因此，他的这个遗孀当时已经66岁了，是一个中学老师啊，在保险公司完全拒绝赔偿，丈夫又丧命，银行不断的上门要催要贷款的情况下，完全就崩溃了。所以他们当时他们一家里面的这种凄惨的经历，被这个当地的媒体呢，把它呢全部发到了这个电视台、报纸，各大媒体都在播这个事，尤其是保险公司也在炒作这个事。他实际上保险公司就是通过这个事例告诉别人，别动歪脑筋，企图买一份高额保险然后自杀想骗保那是不可能的。希尔太太的这件事一旦在全国的媒体播出来以后，川普看到了。川普那是什么？川普那时候只有40岁，他马上通过媒体就找到了希尔太太。在电话中，他向希尔太太去了解你们家里面的各种真实情况。他跟希尔太太讲，我怎么能帮助你？那么希尔太太就告诉他，现在对于我们家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就是银行每天来逼债，我们实在是给不了钱。所以川普就要了他们家里面银行这个经济代理人的这个电话，川普就打电话给对方，对方根本不知道川普什么人，就跟川普讲，关你什么事啊？他欠债还钱，我们上门收钱，天经地义的事，关你什么事啊？你要问这个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问这个事啊？川普当时就火了，就是小子，你给我听好啊！你如果还继续去逼迫他们家，你别怪我喊我的律师团队来控告你们银行，说你们逼死了希尔。那时候我让你们银行赔巨大的一笔赔偿金。
那这个保险经纪人一看对方的口气就知道，这个碰到高人了，所以说就不敢撒野了。因此呢，就跟川普呢不断的赔礼道歉。川普最终帮希尔一家还掉了他们家所有的欠款，给希尔一家渡过了他们的难关。到了2016年，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到南卡罗来纳州，在竞选的过程中，台下呢来了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叫满含眼泪，手里面拿着一张川普和当年他已经去世的母亲的照片，告诉川普说：“川普先生，我们就是你搭救的那个希尔夫妇家里面的孩子，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可以为你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因为你对美国人民的承诺，在几十年前你就已经兑现给我们家庭。”所以说，川普用他自己的行为赢得选民，那不是他嘴巴上说，而是他在几年前就已经让美国人民感受到川普作为一个富翁，给予一个贫穷家庭力所能及的支持和给他的温暖。第三个故事是讲的一个叫飓风营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2012年，那年纽约遭遇了极大的一个自然灾害飓风，这个飓风的名字叫桑迪，这个飓风来得很猛，直接袭击了纽约州的叫斯塔滕岛。当时纽约州的这个斯塔滕岛受到的这个灾害严重到什么，几乎是什么家家房子都被这个飓风吹跑了。所以川普一看，他马上就开放了他川普大厦的这个房间，让斯塔滕岛无家可归的居民全部在他川普大厦里面白吃白住，一直到灾后重建，政府让这些人能够给他们完善的能够返回家园，这些人才离开了川普大厦。所以川普在竞选总统人选的时候，斯塔滕岛80%几的选票都投给川普啊，这就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摘下玫瑰，你自然收获鲜花。我要讲的川普的第4个故事是什么？是关于选美小姐的一个故事，就是在2006年，当时来自美国叫肯塔基州的一个美国小姐的候选人叫康纳，这个康纳当时叫技压群芳，一下子呢获得了当年本年度的美国小姐的桂冠。那么在这个巨大的荣誉面前啊，这个康纳呢，他失去了自我约束力，他就开始吸食冰毒。由于他吸食冰毒以后，他的形象遭到极大的毁坏，所以媒体就把他这个事曝光了。曝光以后，当年康纳获得美国小姐的那个组委会也好，和康纳一起竞选的其他美国小姐也好，以及整个媒体都要求什么？要求剥夺康纳他作为美国小姐的这个桂冠，这种呼声非常高。川普是美国这个选美小组的这个竞选委员会组委会的主席啊，那么所有的这个压力都在川普身上，那么大家都要求一定要剥夺他的这个美国小姐的桂冠。川普在经过反复的深思熟虑以后，他决定保留康纳的这个冠军的这个称号啊，不剥夺他，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康纳必须到戒毒所去戒毒。所以川普在当时官方的声明上，川普义正辞严地说，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什么？有获得重新改过的机会。康纳要为他自己吸毒的行为负责，但是康纳我们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有戒毒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川普当时决定不剥夺康纳美国小姐头衔的这么一个决定。当时川普这个决定以后遭到很多人的抨击啊，美国一个知名电视新闻台的主持人破口大骂川普，说川普好色，说川普要达到个人私人目的。川普当时是不让那个家伙，川普跟他一起对骂，所以说川普历史上留下的说是骂女人的骂名，就是跟那个电视台主持人啊两人互相为康纳保持美国小姐头衔的这件事开始的骂战。康纳当时对川普的这个决定叫感激涕零，所以康纳当时也知道自己应该知恩图报，他马上立即进入了戒毒所开始戒毒。事实证明，川普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他彻底改变了康纳小姐的人生轨迹。康纳在成功戒毒以后，受过一个专门传递远离毒品的公益的非营利组织，每天奔走在全美的大街小巷，和很多他曾经认识的也好，不认识也好的瘾君子去交流自己的戒毒经历，呼吁大家要远离毒品，为消除毒品，挽救更多已经滑向吸毒边缘的人。康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康纳今天的优秀表现，就证明了川普当年的决定的无比正确性。所以这是我简单和大家谈到川普的几个小故事。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人你歌颂他多么伟大，不要去谈他的思想光辉，谈他的宇宙真理，谈他怎么去征服全世界。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往往他的伟大的人格魅力是体现在他自己的各种细节上，体现他各种的小事上。
川普在年轻的时候对贸易战就已经有非常非常清醒的认识，对于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贸易往来，美国应该如何做，川普有自己明确的见解。所以他年轻的时候接受采访，他就明确地表达了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亚洲国家美国贸易顺差，尤其当时主要指的日本，因为那时候日本是全球 GDP 排名第2的经济大国。中国那时候还没起来呢，那个时候根本不谈中国有什么贸易。记住川普的见解，你就可以看出，川普很清楚地知道如何去做。所以主持人问他你要不要竞选总统啊？川普讲他当时没有想过要竞选，但是他充满的信心就说，如果我要竞选，我一定会赢。我想大家都应该认识到，从川普接任美国总统以来，他对中共的打击，在中共建政这么7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有哪一个像川普给中共的打击大？为什么川普他总是每一次对中共打击的人都那么稳准狠？那就是什么？川普非常了解中国。很多人说川普他不要人权，不要和平，不要中国进步，不要解救中国人现在还被共产党奴役，川普只要贸易，只要金钱。这种说法对川普是一种污蔑。川普不跟你谈那么高尚的东西，川普不需要每天把人权、把中国14亿劳苦大众从中国共产党红色暴政下解救，川普不要跟你讲那么多高尚。川普要什么？川普要的是你共产党的灭亡，而川普对共产党灭亡也不用在嘴巴上讲，他仍然高调的我跟习近平是朋友，而同时他对中国对习近平的打击，他一步一步的深入，最终什么？共产党你不亡也得亡啊！不要求中国零关税、零壁垒、零保护，要求中国开放所有的互联网市场。你觉得互联网市场在中国完全开放了以后，共产党还存在吗？川普需要跟共产党讲，你要搞那么多人权，你要给老百姓自由，你要让老百姓讲话的权利，不需要你讲，你只要把互联网市场开放，老百姓都有讲话的权利了。要看他怎么做，而不要看他怎么说。我经常想，如果川普他是在1989年6·4时候就当选总统，就是在老布什总统那一任上，如果是川普在那个时候接任美国总统，你觉得中共能从6·4屠杀的那件事上缓过劲来吗？而且1991年的时候，整个以苏联为首的苏东共产主义国家全部崩溃，都崩溃在老布什的那一个任期上。如果那个任期是川普在，就趁着共产主义灭亡的时候，把中国消灭掉，把中国围剿掉，你觉得美国没有这样的能力吗？美国当时在救中国啊。老布什也好，克林顿也好，他们在救中国啊！是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就包括奥巴马，这4任总统这么将近30年来，把中共从6·4的危亡中，把他们一步一步把他们拉扯到全球 GDP 第2，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全世界的公害。今天共产党的红色魔阵向全球倾销的时候，川普意识到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美国来了这么一位川普总统，我们更要庆幸。中国来了一个习近平这样的千年明君，一个扛麦的智商，他拿什么去跟川普这样的人的智慧去较量呢？所以你看吧，不要多久的将来，我相信以川普领导的美国一定会有更好的方法对付中共。中共的灭亡一定会灭亡在以川普为首的美国身上。我讲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看结果。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